这次讲三国时期，看一下一览表。左边有一个康僧会，他是小乘佛教的。注意我画的这个绿线，就代表思想上的相似性。康僧会他跟安世高一样，都是学小乘佛教的。然后支谦、朱士行是般若学，还有一个弹劾伽罗是学戒律的。咱们依次看一下。律宗初祖弹劾伽罗，弹劾伽罗是中印度人，在三国时期来到洛阳。当时的中国僧人是没有戒律的，比如你剃个光头就可以说自己是出家人。僧人既没有政府的承认，也没有僧团的认可。弹劾伽罗来到洛阳之后，翻译了大众部的戒律《僧祇律戒本》，依照这个戒律成立了出家受戒制度。打这以后，你要出家的话，必须举行一个受戒仪式，需要僧团的认可。中国佛教的戒律最早就是由弹劾伽罗引入的，后来的隋唐八大宗里边的律宗，专门研习戒律的这么一个宗派，就把弹劾伽罗追认为律宗的初祖。然后康僧会，康僧会祖籍印度，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父亲来到中国。长大出家之后，主要学习安世高的禅术学。康僧会于公元247年来到东吴的首都建业，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受到孙权的信敬，并为他建立佛寺，这是江南建寺之始，所以叫建初寺。江南佛法由此大兴。他翻译的主要的一本经叫做《六度集经》。六度集经的内容都是讲的佛本生故事。本生故事就是世尊在成佛之前，在他菩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故事。比如六度集经里有一段就是佛祖割肉饲鹰的故事，咱们印度佛教史都讲过。六度集经里边就有很多这种故事。单纯的翻译印度的本生故事，这个不新鲜。新鲜的是康僧会在翻译的时候加进来很多中国儒家的东西，把儒家和佛家整合起来，用佛家的菩萨行来发挥儒家的人心说。就讲说菩萨的慈悲心呢，其实就是儒家的人心。然后政治上主张以人治国，这完全就是儒家的东西了，而且还提倡孝道。不识一切之贤，不如孝事其亲。佛教传入之后其实就一直在寻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之前安世高把禅修和神仙文化融合，现在康僧会把佛家和儒家相融合，都表现了这么一种倾向。然后支谦的般若学，支谦他祖籍是月支人，在他祖父的那一辈就来到了中国，到了支谦这一辈已经就算一中国人了。支谦他不是一个僧人，而是一位居士。支谦的老师叫支亮，支亮的老师就是支娄迦谶。支谦他是支谶的徒孙儿，也继承了支谶的思想脉络，以传承般若思想为主。支谦的贡献呢，也是在译经方面。首先他重译了支谶的《道行般若经》，因为之前的那个《道行般若经》译的实在是水平不太高，有很多义理不通畅的地方。支谦他就重译了一下，将原来晦涩难懂之处改译的通畅易读，极大的促进了般若理论在汉地的传播，还改了个名字，叫做《大明度无极经》。之前还译了《维摩诘经》，这也是第一批续出的大乘经里边的，内容也属于般若思想。经中大概是说，废舍离城的居士维摩诘有一次生病了，世尊派文殊菩萨前去探望，通过维摩诘和文殊师利的对话来展开的这么一部经。维摩诘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一个不二法门，这个在印度佛教史讲过。不二法门的大概内容就是让你不要执着于佛教的理论，不要执着于在家出家，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形式。修道成佛不一定非要出家，居士也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地。然后朱士行西行求法，弹劾伽罗把戒律引进到中国之后，在洛阳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受戒的出家人。
朱士行这个名字呀，大家可能听着比较陌生，但是他的法号几乎中国人都知道，法号叫八戒。不知道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有没有从朱士行这里获得灵感？朱士行占了中国的2个第一，一个是他是出家受戒第一人，还有一个是他是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出家之后啊，学《道行般若经》，就感觉这个经里边有很多义理不通的地方。朱士行就觉得肯定是翻译的有问题，于是啊，他就从西安出发，一路西行，最终达到了于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省和田市。朱士行在于田又找到了一本《般若经》，他感觉这个比较完备，因为当时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将他的弟子福如坛把这部《般若经》带回中国。后来这本经在西晋的时候被翻译成了汉语，叫做放光般若。这个福如坛出发回中国之前呢，于田国的一些学小乘佛教的人就跟于田国王说现在有个汉人沙门将要把般若经带回汉地传播，这个般若经啊都是外道邪说，如果让他把般若经带回中国啊，中国的正宗佛法就将断绝。这些小乘的人就不希望大乘经典传到中国。国王听了这个话呢，就信以为真，就不让福如坛带经书回国。朱士行就很生气，就跟国王说，你们说般若经是伪经，是外道邪说，那今天咱们就赌一把，我现在就把这个经书扔火里，如果书被火烧了，那就说明你们是对的，这的确是伪经；如果没被烧，那就证明是真经，你敢赌吗？国王说，那你就扔火里试试吧。朱士行呢就把般若经扔到火里，结果火根本烧不动这个书，毫发无损。国王这才信服，允许朱士行的徒弟福如坛带经书回中国。三国时期呢就说完了，然后是西晋。看一下疑难表。西晋呢很简单，就2个人，一个朱法护，一个朱书兰，这2位都是翻译般若经的。般若经的翻译，西晋和东汉三国一样，也是以易经为主。重要的经典呢有2本，一个是朱法护翻译的光赞般若，还有一个是朱士行求回来的，由朱书兰、吴罗刹翻译的放光般若。咱们总结一下般若经的翻译，咱们看这个图。这个般若经的翻译啊，是陆陆续续的翻译的，今天找到一段就翻译一段，明天又找到一段就又翻译一段。中国历史上翻译般若经最全的是玄奘法师，他的译本通常叫做大般若经，一共有16回，这是最全的般若经。其他的般若经呢，都相当于大般若经的一部分，比如之前讲到的支谶的道行般若，之前的大明度无极经，还有后面将要讲到的鸠摩罗什翻译的小品般若。这3个呀是同本异义，就是梵文本子相同，只是有3种不同的翻译，就相当于玄奘大般若经的第4回。然后朱法护的光赞般若，朱书兰、吴罗刹的放光般若，还有后来鸠摩罗什的大品般若。这3个呀是同本异义，相当于玄奘法师大般若经的第2回。咱们现在一般提般若经呢，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2个，一个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这个也有好多译本，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通用，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9回。最后还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心经是般若经的精华，也有很多版本，玄奘法师是单独译出的，不包含在大般若经里。般若经的翻译情况呢，就说这么多。最后说一个明僧知孝龙。魏晋时期，当时的僧人大多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善于言谈讲说，善于交际，具有一些名僧与当时的士族阶层交往很密切。受当时魏晋风度的影响，这些名僧也开始有了名士做派、名士风度。
这样的名僧有很多，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就是名僧支孝龙。支孝龙，河南淮阳人，少以风姿见重，就是长得特别漂亮，神采着落，气质也特别好，高论事实，谈话也很合时宜，聊的都是当时时髦的话题。精研小品经以为心要，他读的这个小品经啊，就是道横般若。与陈留、阮斋、颍川、于凯等8人结知音之交，当时人称八达，就是8位达人。在一次聚会中，一个人闲着没事嘴欠，就嘲讽支孝龙，因为支孝龙是僧人嘛，剃的光头，然后穿的僧袍。那个人就嘲讽支孝龙，说你剃个光头，穿个僧袍，这样不好看，你应该把头发留起来，然后穿我们汉人的衣服，这么穿多好看，多荣耀啊！你剃个光头，穿个僧袍，这样很丢人，你知道吗？这话要跟一般人说，那人肯定就窜了。但支孝龙是名士，自有名士的雅量和做派。支孝龙很淡定地回答：我剃了光头，穿了僧袍，这样确实没有你们俗家人好看。从你的境界看，我的确是耻辱，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这并不是耻辱。为什么呢？支孝龙说：无心于贵而欲贵，无心于足而欲足矣。我不在乎富贵还是不富贵，这样才是真富贵；我不在乎富足还是不富足，这样才是真的富足。像你们这种人，每天沉浸在讲究吃什么穿什么这种境界里，然后别人穿的不好就瞧不起别人的，那都是庸俗透顶的人。像我这样的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这才是真境界。西晋呢就说这么多，这样佛教初传期就算讲完了。从汉朝到西晋结束，这一时期佛教的主线就是般若经的翻译，很简单。先休息一下，下次课讲东晋般若。